這個小村莊啊，这個小村莊現在有點不是太像小村莊的樣子，主要是我們這個村莊的人口有點太少了，600多人。如果說想裝飾的話，我們需要把這個人口達到1300人啊。來，我們繼續去蓋房子啊，想一下啊，上方的這個道路向下方去延伸一點，先在這兒，這個位置咱們也連接一個入口吧，然後再和右邊去連接一下。OK， 等到後期我們再穿插一部分農田的話，就把它變得稍微真實一點了。然後這裡先增加2個房子，檢查一下這個房子能不能啟用啊？每個房子可以搬進來30個人口啊，30個家庭。哎，我去，哇，這個房子瞬間搬滿了，800個人口已經有了。然後我們來到前方啊，來到這個位置，不能太亂了啊。3格的話，我們可以蓋一個稍微普通一點的房子。哇，4×4放不下来。在這個房子的後方呢，咱們可以蓋的稍微密集一點點。這裡拉開一條線。這個房子可以入住97個家庭。400多個人口，一下子就把我們的這個地形調整的工具給解鎖了。那先把它放在這兒吧，也不知道它違和不違和。等它蓋起來以後啊，我們這個村莊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人口需求了。把遊戲再加速一下。哇，還可以！我去，我们村莊遠處有一個房子着火了。先把遊戲恢復到1倍啊，然後我們找一下這個應急服務，比如說消防局。沒有錢了，建設一個消防局需要花費12000克朗，但是我們現在只剩下9000多，這個消防局肯定是蓋不了的。那麼還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我們從這個經濟裡面啊，通過銀行貸款可以先借2萬塊錢，唯獨就是這個利息呢，可能需要我們還2萬1左右啊。然後把這個消防局呢，看一下，把它放在中間的位置吧，把它放在這兒。那麼這個消防就可以出車了啊！正在前往南管家住宅區，它這個方向是不是走的有點錯誤啊？OK， 還算是比較及時啊。然後這個房子燒毀了，我去啊！剛貸款可能貸的有點慢了。然後這個房子燒毀了以後，我們可以檢查一下這裡的規劃，這個房子的規劃還在這兒。那麼接下來我們為了還這個銀行的貸款的話，可以先把這個市民的稅費往上方調整一點點，比如說住宅區調到12，商業區、工業區全部調到12。等我們賺夠21000的克朗，可以提前把這個貸款給還了。然後隨着我們這個村莊的人口增多呢，現在我們需要新的工業區了。想一下，可以繼續來這兒。隨意一點啊，這個位置可以稍微隨意一點點。然後上方的路口呢，這個時候也可以增加一個節點。今天無論如何都得把這個村莊給裝飾好，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區域呢先暫時去分隔開，中間留有一片隔離帶，然後呢我們再切回到一條土路。這裡本來就是一片村莊的工業區，肯定不能蓋得太繁華。這樣不規則的來幾個小房子，左邊的區域可以全部放置。把遊戲再加速一下，蓋房子太慢了。绥石川有限公司啊，現在這個房子的話，我們再把它的水電去連接一下。那麼我們再來到左邊啊，這個時候工業區呢，它出現了一些犯罪率過高的問題。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有一些市民呢，他們長期找不到工作；另外一方面的話，1000多個人口也確實該為他們建設一個警察局了。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警察局呢，想一下，放在這個區域吧，還可以增加一下附近的地價，是吧 ？OK， 我們的警察局已經出動了啊，然後咱們可以隨機去跟蹤一輛啊，這輛警車呢，它正在前往商品无限公司，也就是剛才我們點開那個區域有一個犯罪行為的商店
OK， 放置了警察局以后啊，我们再看一下旁邊的房子，這個時候陸續已經開始升級了。所以我們這個村莊的人口，哎，我剛才放的那個大房子呢？可能對我們這個村莊來說，那個大房子他們現在住不了。那麼我們再放幾個人口稍微少一點點的，前面去放一排，這個區域也可以來一點。哇，這裡像一個成熟的社區一樣。然後我們一會兒還要把那個灌溉農田的一個小河給引過來。來，順便去看一下這個貧民窟怎麼了？這裡好像也出現了一個燒烤的事件。我們已經看到遠處的消防車過來了。哎，這次的速度還可以啊。OK， 1300了。1300了以後，我們解鎖了公園區劃、工業區、地形調整，基本上夠用了。OK。這次滅火還算是比較及時。那麼我們既然解鎖了這個環境的美化呢，先從這個環島開始做起啊。我們找一個古樸一點的小石頭，直接把它放在這兒。這個是不是有點大了？哎，這個石頭看起來還可以，開個牆紙啊。哎，這個石頭的植物是不是有點太多了？穿模，這個好一點。接下來繼續去裝飾這個村莊的話，我們想一下，剛才說要做一個灌溉農田的一個小河。哎，我們可以打開這個水流結構，然後呢，找一個寬度80的，80還可以啊。這條小河先來到村莊的另外一個方向，一超出城市邊界，直接把旁邊的這個地皮給買了吧。OK。這樣把它做好了以後，不合適的地方我們再慢慢調整啊。然後前方呢，可以讓這條小河去穿越一條峽谷。比如說，我們把它延伸在這兒，去檢查一下它的高度啊，它的高度問題。這邊的節點需要降低一下。然後把這個節點再向前去拉伸一點點，看這個河水能不能漫進去。就是某些節點太高的地方，我們可以整體把它圈起來，然後呢再對齊一下高度，比如說對在這兒，讓它更深一點。就是這個山體啊，我們再適當的美化一下，用到這個柔化的工具啊，把刷子大小也調大一點。然後我們再來到小河的另外一個方向啊，比如說先把這個道路先刪除了，等後續兩個村莊連接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架起一個小橋梁。當然這裡肯定不能作為一個盡頭，由於沒有買其他的地皮，所以呢我們就先把水源放在這兒，1、2、3，來3個吧。再把遊戲加速一下，看它能不能漫向我們的村莊啊。目前看起來還是挺順利的啊，這個河水已經過去了。再去前方看一下，有沒有節點不合適的。OK， 那麼接下來呢，我們就要打理一下這個農田灌溉的問題。比如說現在打開裝飾啊，我記得我訂閱了有一個水車。古風水車需要人口數量達到2400，這個資產跟人口明明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這樣啊，我們找到一些農田啊，哎，就簡單的在這裡鋪設一點，是吧？
你看，我们前面2期把这个道路做的稍微不规则一点，然后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些比较自然一点的农田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村庄就看起来稍微合理一点了。再加上旁邊的這個道路啊，我們看一下這個車輛已經絡繹不絕了。